你们要的钱江赛800的测试终于来了，太多人问了。时隔了11年，钱江终于推出了第2款4缸机。我也很想知道它进步到什么程度，因为多缸机在中国大家的关注是非常高的。3600呢又出来很多年了，而且平台也比较老。钱江打造这台赛800，它这台车的定位如何，产品力如何呢？我也很想知道。这台车呢是经销商的试驾车，是钱江为了收集大家的意见，放了10多台车到全国的经销商给大家试驾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提的建议，它很大程度上会改。我猜想呢，估计是钱江的旗舰车型，所以比较重视吧。整体的外观设计比368要好看一些，368呢显得比较臃肿，赛800呢用的是双翼梁铝制车架，发动机和车架也更加紧凑，尾部设计呢也更加合理一些。368呢就显得头重尾轻，778的排量，102匹马力，10000转爆发，78的扭矩，8500转爆发，整备质量呢207公斤。它的加速成绩到底如何呢？这台车断油的转速接近12000转，1档的极速为102，2档的极速为133，3档的极速为174，4档的表显极速接近200。最终这台车跑出来的成绩是3.4秒，在我的排行榜中排名第17位。加速能力呢和春风800差不多，尾速呢赛800肯定会高一些，估计能到表显的250，GPS 在228左右。我测到表显194的时候 ，GPS 显示的是178，误差率呢在9%左右。我测过钱江很多的车都是这个误差率，0到50呢1.5秒。这台车离合放快一点，它很容易翘头的，它中高转的爆发力都不错。CBR60呢，它需要9000转以后它才爆发，这台呢6000转之后它的动力就来了。我对比了一下外观和刚劲行程，它是以 CBR60 为蓝本开发出来的一台发动机，而 CBR60 呢前段就太柔和太软了，所以它加大的行程提高了全段的扭矩。前2个月呢，我新增了一个测试项目，就是1档非弹射下行进中加速，测40到100、60到120的加速。这是最接近大家用车环境下的数据。最终在标准模式下测出来的40到100的加速时间是 2.3 秒，而60到120呢是 2.6 秒。而在运动模式下测出来的40到100的加速时间是 2.2 秒，60到120呢用时是 2.3 秒。加速能力呢基本上没什么衰减。由于呢是新增的测试项目，所以数据呢不是很多，就拿这2台来作为参考吧。好，现在来说一下刹车。我很少会去念供应商品牌的名字的，我只在乎你用这些东西弄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。首先，它的手感清晰度比较好，它这个刹车的界限很清晰，虚实分明。也就是说，你捏1/5的时候是虚的，过了这个呢，马上变实了。刹车的阻尼感呢很清晰，有些车呢就是软绵绵的，像抓棉花一样。但是呢，这台车的 ABS 介入呢还是有点过早了。调教的手法呢，有点像川崎的4R那台，它的卡钳的制动力是够的，只是 ABS 它提前释放掉了。因为我刹到后面的时候，它制动力是越来越强了，后轮呢是可以翘起来的。这个现象呢，和新款的 KTM RC390一样，高速重刹的时候呢，吸掉一部分卡钳的力，低速的时候呢，留给卡钳的力更加多，可能是为了安全吧，牺牲掉一部分的制动力。动力模式呢有2种，一种是标准，一种是运动。标准模式下呢，它动力更加平顺，油门响应没有那么快，不会那么冲。运动模式下呢，动力就更加直接一些，有点3缸机的味道。加速体感呢是挺强的，大家不要在1档的情况下乱拧油门。ABS 呢有公路模式和越野模式，越野模式呢 ABS 留给卡钳的制动力会更加弱一点，可能考虑到越野模式下地面的附着力比较差，所以留给卡钳的制动力会更加小一些。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减震，这个减震预载、压缩、回弹都可以调，可调的范围软硬差距在40%左右，预载的差异呢也在30%。后减震呢，这个方向拧是预载变软，顺时针呢是变硬，阻尼呢顺时针变硬，逆时针变软，而且调节的范围呢和前减震一样，也是比较广的。最硬的情况下，你连压都很难压得下去，软的时候呢不需要多大力按它就能下沉。所以类似这种全可调的前后减震，
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的说法之分，更多的是适合不适合之分。因为这种减震呢，可以根据你人的体重、驾驶方式，还有驾驶的路面环境，更细的话以及轮胎来调节它的参数的。如果你走的路颠簸比较明显，而且速度也快不了，经常这样的使用环境，可以把预载和阻尼都给调转一点。如果是经常高速跑下山、跑下国道，偶尔有一些大的起伏路段，前减震的预载阻尼可以调硬一些，后减震呢也适当的跟进，能更好的拉住车身。所以这台车减震调的怎么样呢？大多数呢取决于你自己，减震的细腻程度呢，要比那些3万级别500排量的车型要好。离合器的手感和挂档呢也没多大问题，细腻感呢是有的，挂档呢也比较清晰，行程呢稍微有点长，这个呢也不算是问题。然后说一下这台车的操控，这台车的操控明显要比368要灵活很多，而且体积也比较紧凑一点。368呢是12年设计的生产的，所以说它的结构是没办法改变的。重量的话，应该是会比它轻个10多公斤吧。而且这台车的中低转扭矩也要比368要强很多。368我测过很多台，它低转是软绵绵的，而且我看它的官方扭矩是78。然后368才50多56吧，强很多。车架呢，日常骑行偶尔跑跑山是完全够用的。你硬要去跑赛道的话，它有点吃不消。大家呢可以参考本田 CBR 650R 在本田家族的定位，但是呢要比自家的368那就强很多了。所以它应该是作为368的进阶车型，动力、操控、配置、做工都有提升，而外观的设计呢也更加符合当今的审美。手把的开关呢还是熟悉的配方，很多车型呢都用这套开关，这样呢就没什么特点了。这台发动机的震动呢，主要集中在6500转之后。这个转速之前呢都不算明显，也希望呢也能优化一下。368这个平台呢设计出来有很多年了，慢慢开始有点满足不了现今的市场了，所以呢急需一台更有竞争力的车型，而且价格也不能高，这个呢就比较难了。赛800这个外观呢做的是比较成功的，配色呢也没有那么花里胡哨了。之前轮毂的配色呢还有点地平线的风格，这台呢素色就看起来有点进口车的味道。做工漆水也要比之前我测过的钱江车要好一些，中后段的动力比较强，大家试驾的时候要注意一些。运动模式下油门响应比较快，标准模式下呢动力偏线性，也偏柔顺，还是照顾了一些新手。价格呢应该会在某博会发布，网传呢52999，我估计呢是4980到5080，但是呢又和368高配版又重叠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把368关降，或者这台直接定到52999。比368高个3000元左右，这个只有等到发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。网传呢52999，我估计呢是4980到5080，但是呢又和368高配版又重叠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把368关降，或者这台直接定到52999，比368高个3000元左右，这个只有等到发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。